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现场。好，我们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厝边隔壁就是日本哦。日本呢，在昨天哦，他们有选举哦，这个选举哦，真的是引发国际间的热议啊。好，因为高市早苗执政联盟众议院大胜哈，他自己的自民党就独自拿下316席，这创战后最佳成绩。好，我们看到这不仅超过了1986年中曾根康弘政权时期的300席，更创下自民党从1955年创党以来的最高席次。当然高市早苗非常的开心嘛我们看到他选后的感谢，也特别谢谢了川普他说他非常期待在今年春天造访白宫我们同盟的潜力是无限的，他是在3月的时候要到白宫去。好，那川普当然也是发文恭贺高市早苗，说历史性大胜那他是特别讲说，很荣幸能够为你的政党背书，其大胆而明智的决定，提前大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特别讲说，高市早苗确实大获全胜，他将在国会取得2/3多数。当日本强大，美国在亚洲就强大。好，但是还是有日本某些特别讨论到川普是不是有干涉到日本的内政呢？好，我们看到有日本的2大媒体这个是日经，他喊话川普说请避免发表不必要的言论。好，朝日新闻则认为说川普在卖人情，其实在外交跟通商问题上面对日本是另有所图，那可能想在美日谈判当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好，所以看到日本虽然对于高市早苗的选举是大胜的，但是很多人对于川普可能也有一些疑问。好，那当然高市全面执政现在也看看他里头的内阁人士会不会改变呢？好，目前他就讲说在这个内阁人士选后是不会有大变动。那从去年10月高市内阁上任以来他说阁员都是由他挑选，所以对他们都相当有信心。好，那另外我们很关心嘛，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的说法因为他算是比较更激进的他说宪法改革应该迅速的来进行。好，那毕竟现在他已经拿下了超过2/3的席次，也被认为说这个高市早苗如果要修宪的话是修得成的，但可以吗？我们来看，其实日本有一些危机他现在在众院大选当中大胜，也打算扩大刺激景气的财政支出，那日元对美元恐怕就会出现螺旋式的贬值，那最快情况就会跌至180:1，会创下1986年至今的一个新低。所以大家就说就算他全面执政，还是会有一些地雷像中时他就举出了4个，一个就是国会的信任危机，再来就是党内的基盘的派阀裂痕，还有跟维新会会不会有同床异梦，那以及当心高市经济学会变成日本版的特拉斯。好，特拉斯是英国的前首相做了很短时间就下台了，所以有日本学者认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右倾已经进入到了危险的阶段。说高市借着强化对中国大陆负面的叙述，巩固了他的声势，那也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那大胜恐怕会导致制衡失灵，让日本更明显的右倾。那这一次是一个足以改变日本国家形态的选举。确实这也是蛮多人所担心的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高市早苗会认为自己走的路是对的所以接下来会持续的更加右倾化。好，那我们看到底日本会不会更加危险呢？现在大家也是在问高市早苗说，那你有没有要拜靖国神社？去年我们也看到了嘛，他在11月份的时候讲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言论之后，也一度传出他在12月26号要参拜靖国神社，不过后来发现是没有的。但现在他大胜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就要赶快去靖国神社来参拜了？好，我们看高市早苗的态度，他说首先要确实的取得盟国的理解，也要获得周边国家的理解。
好，营造一个彼此都能为国牺牲者表达敬意的环境。他说这是他的目标。好，那小泉进次郎则说，日本对中国的基本立场是不会改变，对话窗口始终保持开放。好，那现在自民党是大胜嘛？哈，那这个中国学者特别也考虑了一下，日本未来如果想要谋求进一步的来绑定美国、拉拢盟国，强化跟中国一个对抗姿态，那并且在南海跟台海议题上面，可能都会再展现更强硬的立场跟姿态表达。那现在百度热搜一度跳到第1名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中国君王点名了宝可梦跟张本智和。好，除了这个发文点名这2个之外这个宝可梦就是因为拜鬼柯南联动入华的作品。那张本智和则是一位日本的乒乓球运动员。好，他参拜战犯神社等多起的事件，也揭露了日本右翼借文体、动漫、偶像、教材来美化历史，渗透军国主义，所以呼吁各界警惕其危害。那牛弹琴甚至也分析说高市现在赌赢了，日本会更加危险。主要他的分析论点是认为说他大胜之后，自民党拿下超过2/3的席位，创造了安倍都没能创造的奇迹那可谓是历史性碾压式的大胜，所以平衡是被彻底的打破。所以接下来他们分析日本是更加危险了。好，那当然胡锡进他也特别认为，高市早苗无论当了几年首相他都成为不了自己希望成为的柴契尔夫人他不是铁娘子，而是脚插棍说高市早苗被历史的潮流而动他对华的极端表现跟整个西方是反着来的。好，可以看到中方对于这个日本高市早苗的大胜呢，颇不以为意的。好，当然还是跟去年的这个言论有关。那毕竟高市早苗从头到尾都没有撤回相关的言论。好，现在大胜之后，伊伦也评估绝对也不会撤回言论，所以中日关系势必持续低迷。好，我们一样看到了自民党大胜是单独拿下了316席。好，那这是很多人说是史诗级的大胜。我们先问亮哥。高市早苗因为依照日本宪法第96条修宪要2院都2/3。那目前自民党在参议院日本那个总共有248席那这个参议院日本自民党只有113那加上维新会大概只有134，并没有到2/3啦，2/3要166。对，那即便你再把参政党、国民民主党都加进来，也只有151，所以修宪是不可能的啦。可是基本上，众议院它可以发动修宪比如众议院它就先提案嘛，它有2/3那修宪之后，高市会不会去结合群众运动，逼参院要让步？他如果做这个事那日本的政治冲突就会非常严重。我认为这个就是要认份就你没有办法，而且参议院不能解散，这个当初设计就是这样设计的。它是每3年改选1/2，那下一次的改选是2028。所以高市早苗等不到了那再下次就2031了所以什么修宪，我们先打掉这一点他没有办法修宪不过他会主导所有的预算跟政策，这是必然的那我们就要看他预算，当然这个国防预算增加是一定过的啦。那有更多的军备，包括攻击武器、攻击性的武器可以外销，这个也会过那日本会寻求更多的军事工业跟美国的合作这个也可能会过就看美国啦，美国要不要把 F-35那愿意让日本生产，然后要不要卖日本核动力潜舰那我认为他都会争取那目前的观察点，其实大陆的官方没有讲话对，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大陆官方不会那么早表态，会先看高市要怎么做
那因为高市3月19号要去访问美国嘛，那他可能会做一些争取比如说这个有关那个军事的发展，可不可以让日本有更大的空间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他不会那么呆啦，跑去问川普说你支不支持啊？我觉得他不敢问事实上，高市早苗在这的选举我们就已经观察到，他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已经在退缩了。他把它改解释成撤侨，对不对？对，你应该有注意到。所以我不认为他这个新会期新的任期他会去提这件事，他不会提啦。那他大概会希望大陆也假装忘了吧。反正这是新的会期的开始，新的任期的开始。可是我觉得不可能中国大陆不可能忘的啦。中国大陆一定会要求他在国会撤回言论，然后他做不到嘛，所以僵局依旧，大概是这样。好，我们接着问赖教授。高市早苗大获全胜他所领导的自民党单独一个党就过了2/3议席。刚刚郑亮谈到了有关于修宪的问题日本的法律规定是这样，像今天的共同社有特别强调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日本的众议院2/3通过的话就可以开始进行修宪，发动修宪，那送到这个参议院去，参议院否决的话，可以退回到众议院，众议院只要在2/3通过，那就可以通过了，所以等于是说高市早苗是可以修宪了，他掌有绝对的主动权，已经把参议院的监督的权力削弱了，这是高市早苗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没有96条不是这样写对，但是共同社的公布是这样说的。共同社不一定正确共同社是日本的一个可是你去看日本宪法，对，他写2院同时2/3但是他说，所以等于是参议院可以否决，否决以后要退回众议院，众议院可以再通过众议院如果在2/3通过的话，这个法案就通过了。这样参议院也没有2/3众议院对，可是参议院没有2/3没有，它可以再通过所以它可以主导那个是政策案跟预算案，不是修宪案。也有谈到修宪的问题这个部分有争议。好，我们再来看，那现在的问题就对于高市早苗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了，你要不要发动？因为高市早苗这是史无前例送给他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说，自民党一直主张要修宪，高市早苗也主张要修宪。现在他的众议院2/3已经绝对通过了，他可以修宪了。那他推不推修宪案？可是不要忘了，这个宪法不是日本人定的，这个宪法是美国人帮日本人定的。美国人帮日本人定这个宪法的时候，就规定了一个，也就是你是一个非战的一个宪法。当然，以现在柯博己来说，他的拒止战略，也就是要用日本的力量去消耗解放军。那因此，他要让日本成为更具有攻击力、更具有这个侵略性、更具有这个强大武力的方法来对付中国。因为对美国来说，有一个中国的邻居是一个对中国有敌意的，而且会去攻击中国的，这个对美国有利。可是问题就是说，你这一只熊，日本黑熊嘛，你这一只熊，你要不要绑住，还是你要放开？修宪就是整个链子都切开了。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没有修宪，你用安保法来规定的话，我这个链子还是抓在手中，我还可以把你拉回来。所以如果这个高市早苗要推动修宪，我们要来观察一下美国的反应跟态度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高市早苗马上要兑现他的承诺，因为他主张他要修宪，极右翼的要主张修宪。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对于一个极右翼的日本来说大获全胜，那看起来美国很开心，因为也是右翼的。欧洲有一些右翼的政党也很开心，可是不要忘了，欧洲有更多的政党不是右翼的，不是极右翼的，而是反极右翼的。那这样的话，日本跟欧洲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产生一些本质上的变化？这也值得关心。最后一个就是高市早苗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好，选举都结束了，自民党大获全胜，他不可能再解散国会。
那因此他们的国会的任期应该可以到期。好，那现在的问题是他如何解决他国内的经济问题？因为川普一定会跟他说：“我帮了你，你答应我的，你全部都要兑现。”那你高市早苗怎么处理美国你所答应他的所有的东西？5500亿，对，还有农产品，对，还有汽车。日本有很多民众会认为高市可能接下来会变成提款机，有这种氛围在讨论。好，盛峰委员，到底就是烟火或是灯火？这可能还得观察一下。是啊，烟火是噗，然后就没有了啊，是灯。为什么？绚烂一时。对，或是灯火。是从此要照耀整个日本几年呢？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一个问题：是自民党赢了，高市早苗赢了，第三句可能更重要的，日本会赢吗？日本会赢吗？因为这赢是你国内政治、你的政党、你个人现在赢了，但日本未来在整个的上走下去，你会赢吗？为什么？因为我有4个问题啊，可以给大家讨论一下。因为基本上有一个观点，个人的胜负啊，不会因为，环境不会因为你个人的胜负而改变，啊，除非他像美国总统这种可以操控全世界的力量，没有的话大概不容易。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它的环境里面有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中美日之间的政治竞争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今天中美，尤其是美国，是一直寻求想跟中国的和解。在这样的和解情况下，那么美国会用日本这一个棋子会用到什么程度呢？而大家都在讨论日本会不会修宪呢？日本会不会屠审呢？都等等的。但是别忘了，几十年来，这应该是近100年来，日本的安全跟发展是镶在美国的这一个框框里面的。所以以前在亚洲开会议的时候，没有国际记者要去听日本的记者招待会，也不是要听，不好听，因为听美国的就可以了。那喜欢听谁的？听马哈蒂的，因为呢，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常常会换炮，这个精彩。听中国的，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这个时候日本，它跟美国呛在一起，而美国今天跟中国的关系正在做一个，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第二个，经济上有一个竞争，那就是中日韩之间是很有趣的，尤其中国跟日本之间的竞争不是互补式的，是同类性的竞争。尤其日本今天可能经济上占最重要的汽车经济啊，今天本来遭到的韩国的挑战已经蛮严重了，没有想到现在遭到一个更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中国，而且所有的产业类别通通都有相互的竞争在。这个东西会带给日本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三个就是日本已经迟缓了30年了，有什么地方我看到明天它会是更好的？最后一个就是中俄两国现在极力的要求日本必须面对2次大战后的战后秩序，所以日本的任何国内的作为挑战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好，高市早苗虽然大胜，但是他考验才即将开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现在讲到国际的情势发展就不得不谈到川普川普几乎现在是抓着每个地区他都必须要掌握。好，我们来看到他最新接受了专访他也特别是接受 NBC 新闻主播拉马斯的访问。好，那拉马斯就有问到说跟习近平通话中有谈及众多的议题，是否也包含晶片或是乌克兰战争？好，川普就说我会说是经济，我们跟中国的关系他说我4月会过去那边。他年底时会过来。好，突然爆料说习近平要去白宫的时间帮习近平来宣达。好，那当然主播就说是来白宫吗？川普又在说是的，他年底会来白宫甚至又在重申跟习近平关系非常好，两个人在4号立春那天热线了大约是1个小时通电话。好，但是问题就在现在美国也常常私底下爆料，有人认为美国爱玩2手策
策略，这让胡锡进也很不开心，因为之前美国不是指控中国在秘密的核试吗？那他说啊，美国此举就是想拉中国下水哈，这是天大的事啊，中国绝不会中美国的圈套。然后甚至观察者也有评论说啊，卢比欧等人指控中国扩充核武库的说法，明显就是在炒作新核岛条约又想拉中国下水。好，那现在贝森特也特别谈到了金价暴涨那当然金价暴涨，现在大家知道。但问题是，贝森特他的说法蛮特别的他说黄金的走势是这样子的：中国在那边情势有一点不守规矩，他们不得不提高保证金要求，所以在他看来啊，黄金价格有一点像是一场典型的投机性井喷行情，所以也就是说啊，这个金价会这么高，源自于中国大陆的失序，又拉中国下水。但是川普啊，常常讲中国，有没有想想看自己内部的问题啊？其实他们内部蛮乱的我们来看现在啊，民主党有要求要限缩移民跟海关执法局这个 ICE 跟海关边境保护局的预算。但是跟共和党的谈判是破局的。两党参议员目前都预计国土安全部的预算会面临阻碍，所以短期拨款将在礼拜五13号到期之后就可能会停摆。那到时候不只是这2个局那其他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联邦机构，包含是运输安全管理局，还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等等，也会被迫的暂时关闭。好，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在美国啊，总是大家会蛮惊慌的，主要原因就是会出现 ICE 到处乱抓人。我们带大家来看这画面因为执法者在行动当中仅依照种族的外貌、肤色、口音等特征，就锁定或是排查所谓的非法移民，使得蛮多的美国公民跟合法永久性居民在内的少数族裔族群，成为了被怀疑或是误伤的对象，引发社会对种族歧视还有执法滥权的强烈担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美国很多民众都走上街头，因为认为这实在是美国的失序啊。好，那当然 ICE 的暴力执法有超过900名的 Google 员工要求公司要切断跟国土安全部的合作。好，这个签署的请愿书啊，是来自于 Google 员工横跨16个产品领域，其中包含30%是来自 Google 云端。好，那 Google 的技术正在被用来助长国家暴力跟压迫。在他们请愿书的内容也认为说 Google 云被用于边境监控，同时生成式 AI 提高了 ICE 跟 CBP 的运作效率。好，那这些机构是导致平民死亡还有人道主义危机的责任方。那可以见得Google 认为说好像间接在杀人所以他们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因此请愿书希望公司切断跟国土安全部的合作。好的，当我们要看到现在美国还有一些军事的野心我们看到就是在中东这里因为美国特使登上了林肯号航母要向伊朗施加军事威胁。那当然就是川普的女婿这个库许纳他在7号的时候登上林肯号，那就显示美国还没有放松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好，那伊朗的外长也直接呛瞎说谈判是在良好的氛围当中进行，但是如果我们遭受攻击，也会反击美军的基地，就是炸你啦那他说他们不畏惧美军部署中东，也不会放弃又浓缩。好，那美国跟伊朗关系还是蛮紧张的。我们看到五角大厦的披萨指数还是飙升好，那周围的不管是1.1英里或者是同距离的，都是在250%跟149的披萨指数好，那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迪他现在也被这个监判说7年的监禁好，那当然这是伊朗的革命法院对他做的宣判。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一开始的就是习近平跟川普之间的会面。那4月川普要到中国大陆来找习近平现在川普自己爆料，习近平年底也要来白宫。我们先问梁哥，这个当然是川普随便说说了，是随便说说这是他自己说。那2个礼拜前还听说要习近平8、9月早一点去了，对，他年底去没有意义啊，都选完了也是，所以当然要提前知道利多而且川普4月到底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嘞，中国的邀请还没有出来
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在等319高市早苗去访问美国啦，那看你美国怎么说啦，再来做判断哦。所以他讲这个，反正他每天都在胡说八道，就稍微评论一下。我以为川普的话是值得有参考的价值。你如果是很仔细在研究细节，你就知道他常常乱讲话，甚至包括晶片啊，习近平根本不可能跟你谈晶片。对，你去看那个辉达啦，辉达 H200，商务部通过要允许出口，啊，国务院战争部反对，现在怎样？后来乔出弹书啊，说你那个辉达的晶片卖出去50%要给美国公司，啊，卖出去的利润25%要上缴财政部，啊，那还有一个，你卖出去要做 KYC。知道你的最后用途是哪家公司，那要由第三方的实验室来做交代，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出口啊，还没有出口啊，所以川普对于他以为已经过了，事实上还不能出口啊。那中国大陆本来有那个字节跳动，也准备要买，不能进啊。所以我跟你讲啊，所以你对他所有的讲话，针对所有的冲突事件啊，包括伊朗啦、古巴啦、委内瑞拉啦，我认为他都没有进入状况。我再讲一个啦，他叫委内瑞拉那个雪佛兰赶快增产啊，因为去年12月委内瑞拉一天只生产10万桶，结果雪佛兰现在就生产啊，增产到25万桶啊，结果中国不可以打折卖，古巴不能卖，墨西哥不能卖，结果现在委内瑞拉的油一天最多只能卖15万桶，然后那个雪佛兰就很火大啊，说我一天搞到25万桶，每天多10万桶，卖不出去，我要放到哪里啊？那重油是啊，那中国大陆也觉得说，我本来跟他签长约是打折的价格，你现在要按照国际价格卖，我为什么要买？那他宁可去跟加拿大谈，对，现在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见他都没进入状况。所以我跟你讲，他真的没有进入状况了。连这个 IC 啊，我确定川普也不知道是怎么执法的啦。你怎么可以有一个强制执法单位，不用经过认证程序就直接逮捕令？那就把你抓到拘留中心，然后叫别人来帮你证明，说你是公民，哪有人这样执法的？警察也不能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粗暴的总统啊，对，粗糙加暴力了。好，赖教授怎么看？这新名词哦，粗暴叫粗糙加暴力。川普有趣了，为什么说这个人有趣啊？你看他的讲话，他跟每一个人都是好朋友，所以他的好朋友很廉价啊，对不对？他跟谁都是好朋友啊。然后问题就在于，好朋友有几个人真的把他当成好朋友，然后有买单的也不多啊，然后虚以委蛇的比较多啊，应付他的比较多，忽悠他的比较多，然后他常常像韩国这一次最典型嘛，韩国李在明明明白白的跟他签了这个贸易协定了，然后韩国现在的执政党可以控制国会，结果您看到在2月份的时候，国会就是没有通过嘛，就是没有审查这个法案嘛。那对于川普来讲恼羞成怒，那当然马上就加了10%的这样的一个关税，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大家都在想办法玩他，那只是说被他盯到没有，被他盯到了就倒霉，没被他盯到的就就过关了这样的情形。你看他跟印度的这个到底印度买不买俄罗斯的油，也还是罗生门啊，他说有，印度没有说啊，那所以还是不知道。那他跟印度的关税，他说要减了，但是问题是到今天还没减而他当时说即刻生效，但问题是到现在还没减所以我觉得他的讲话大家听听就好。不过我觉得美国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美国问题跟有一些国家的问题很像，或者跟有一些地方实在很像，他们把他们的执政的失败、执政的错误，全部都怪在中国大陆身上就可以了。怪完了，他们就可以脱身了。像贝森特，你看黄金涨了，也是跟中国有关
啊，什么东西只要跟中国有关，那就都不是我的错了，都是大陆的错，这样子就过去了。尤其是有关于导弹的核弹的问题，大家已经讲了 N 遍了，就是美国的核弹头5000多枚，中国大陆也不过只有600枚，600枚跟5000多枚实在差很多啊。美国加俄罗斯加起来就超过90%了，那你怎么一定要把这个中国大陆拉进来？你要是觉得没有这个理由，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也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呢，对美国人来说讲做就是，我个人认为现在美国的一个最恶劣的状况是这样的：执政者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这个错误的政策会伤害到人民，伤害到国家，而执法者却在执行这个错误的政策，而执法者的执法的方式跟过程也充满了瑕疵，充满了错误，所以一直不断的叠加的伤害了美国的人民，也伤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使用的却是民间公司的工具，就像你讲的谷歌，也就是使用的民间的工具，而这个民间的企业，他的员工看不下去了，他要求企业要有良心。我们来看看谷歌会不会是有一个社会责任、社会良心的公司？好，有一种民反的念头正在出现哦。顺风委员怎么看？是，川普啊，这两位的话，乱讲话，这也是世界的定义了。他不但乱讲话，他做的事是乱了套。我随便举个例子，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他的女婿库希纳凭什么可以坐在国际谈判的会议桌上？这是什么身份？可以干这种事吗？人才嘛，不是什么？你总好得给他一个官位吧？啊，然后呢，大家不以为然，然后他可以公然的登上金舰，这个不是乱了套，不然是什么？所以全世界都看在眼里。现在全世界最没有人言的国家，应该是算美国了，真的是最没有人言。万兹出席了冬奥会，被嘘。对，你看那个场面，我吓了一跳，好像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国家的领袖出现的时候是嘘的，而且是他全场那个嘘变成一种欢乐，你知道吗？对，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哦，这样子吗？对，哇，这真是这令人的不难以想象。所以呢，我们这样讲，2026年呢是21世纪呢整个的国际政治板块正在快速移动的一年。这一年之后啊，整个人类未来在21世纪里面的70几年，这一个板块的变动会影响未来的70年的整个的变化。这个板块变动在哪里？我们简单的来看，今天先讲结论是2度多极，这个是过去没有的。二战结束以后是2极，就是冷战。然后呢，苏联瓦解了之后呢，是1极，就是不是这个1强，然后都演，那也不能讲多极，因为没有极，因为那个时候它是说了算了。那现在呢，慢慢形成，应该到这个2026年已经定案的就是 G2， 世界是2大国强国。这个大概美国你说要衰落，大概也不是10年20年的事了，它还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崛起也需要10年20年，但是没有第3个可以来跟这个抢，这个没有问题。那另外呢，就出现了真正的多极。这个多极有2种，一种是加拿大讲的所谓的中等强国，事实上它的中等强国是暗含的是它的盟友，过去美国的盟友，这个是一个部分。另外呢，是南方金砖国家又是兴起的。这个东西里面不再也是谁可以拉帮结派来干什么了，所以2个强多极的世界将会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将演变下去，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似乎可能我们过去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过去所接受的国际政治学的训练呢，现在应该到了2026年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听看，重新再来思维，或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了。好，世界真的变化很快哦，所以我们每天都会讨论不同的观点，我们大家一起思考。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
们看到冬奥现在在米兰举行哦，但是有一些冲突场面。好，那这是在2026冬奥赛事登场之际哦，那主办城市就是意大利米兰，7号爆发了反对冬奥的示威行动。好，约有1万名民众啊走上街头抗议啊，带来的高房价、还有环境破坏，以及美国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人员参与奥运的维安。好，警方也特别讲上啊，原本是和平的游行，就接近到奥运选手村之后，哇，突然变成零星的冲突。那警方是动用了水炮跟催泪瓦斯驱散抗议人群，还拘留了至少是7人。好，那我们也看到刚刚顺丰委员讲到的，美国副总统范斯也出席了这场冬奥开幕式，哇，真的是遭到现场的民众虚报，这就代表美国跟欧洲之间的敏感神经正在升高当中。好，因为范斯常常对欧洲指手画脚。好，我们看到大公报也有特别举出了一些状况，也就是2025年2月14号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他就大肆的批评欧洲嘛，压制言论自由、移民问题失控，又说他们背弃了基本价值观。好，那当然也看到了德国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党主席对这个事情表达相当的不满。好，那格陵兰岛则是因为范斯在今年1月批评丹麦没有办法有效的保卫格陵兰，2月又指责欧洲盟友表里不一说欧洲盟友私下在格陵兰岛上面对美国做出比公开承诺更多的让步。那以及他曾经在 X 平台上面就被处罚，是因为欧盟在去年12月依照数字服务法案认定世界首富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 X 在透明度方面违法，对他开罚1.2亿欧元罚款。好，那范斯也批评欧盟不支持言论自由，因为一些垃圾内容而攻击美国的公司。好，随便举就有3个例子嘛，所以大家看到他被嘘也觉得理所当然。好，那我们看到中等强国崛起嘛，因为纽约时报说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唯一在格陵兰设有常驻领事馆的主要国家。好，他们在首府努克是一栋插着美国旗的小型建筑。好，但是最近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法国新任总领事已经正式的抵达履新。那加拿大也派出了代表团为新设外交据点来进行启用仪式，那象征当地的外交能见度是明显的提升。好，这讲的就是在格陵兰这边。好，那现在美国跟这个欧洲的关系也让大家这个开发了一个新的 App， 这是丹麦年轻人开发了一款说是没有美国的一个城市消费者要扫这个条码就可以知道它的原产国，哇，下载量突破了10万次。另外也有这个几周下载同样大幅攀升的 App都跟不想要有美国有关，甚至还有这种社群背美国商品的成员数也在短时间之内超过了11.7万人，好，占丹麦总人口将近2%。好，就有持续的更新一些美国的品牌名单来让民众来参考，所以抵制美国的声浪非常的巨大。好，那欧洲现在呢，是不是也在转向求自保？我们看到路透社有对于巴克莱银行对342名合计管理资产达到7.8兆美元投资人来调查，发现美国与欧洲投资人都说今年计划增加对美国避险的基金的投资比重，比2025年减少5%，同时也加码投资亚洲跟欧洲的避险基金的管理人。那法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我们看到增加到502亿元，占总逆差达到了72%。那法国的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来自中国的药品，那总值是增加超过1倍。那2024年的10亿欧元也增加到23亿欧元。那法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机械还有电动车都持续的在成长当中。好，那现在美中都靠不住所以加拿大、欧盟的领头中等强国都在寻求绕道的合作，希望跟其他的中等强国来进行结盟。好，所以我就说整个国际的社会局势正在改变当中好，但是看到米兰尤其范斯被嘘这一幕很多人会觉得果然看到了美欧之间现在的变化。我们先问亮哥。范斯是去年在那个慕尼黑安全会议
就教训欧洲人嘛，太嚣张。所以欧洲人当然记得他了。也教训他。这个最近那个《金融时报》写了一篇文章啊，说欧洲人认为自己是欧盟公民的比例创新高，高达74%，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啊，是20年来的新高，20年来啊。那《金融时报》结论是，他们都认为最理想的敌人就是川普，就是川普增加了他们的自我认同啊。那事实上，法国有一个智库民调也发现嘛，这个欧洲人现在认为美国是朋友，只有8%。那认为川普是敌人有52%。对，所以广义就是这样的。我今天还看到那个德国之声啊，德国之声哦，这个 BBC 最近也在改调子，德国之声竟然也来了。德国之声转载了柏林日报一篇文章啊，说过去20年来，我们都把中国当作地缘政治的对手。可是我们现在终于发现啊，不管是贸易的可靠程度啦，他就举了好几个经济指标，那中国都是最稳定的伙伴。所以我跟你讲，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当然就是经济面了，就是美国就都以自己为中心嘛，然后你也不管别的国家怎样啊，你美元负债40兆，你都不处理那整天到晚想要找别人的便宜就想要用对等关税看可不可以用这样来撑我的美元霸权嘛。所以欧洲人现在是越来越有感所以也难怪，事实上欧洲在去年，他对美国的贸易在12月下降了20%，跟中国差不多。欧盟跟中国对美国贸易都下降20%。那当然跟你举的这个丹麦就是同一种例子嘛。对，加拿大也是嘛。他们现在就逐渐开始觉得要避免去买美国货了，要买自己欧洲的货了，或者是要在欧洲生产的货，就开始有这种自觉啦。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恐怕未来还会扯到金融面了就是你还要再买美债吗？或者要再买美元资产吗？你可能会有多元的配置，或者会有更多人去买黄金大概都是类似的逻辑啦。好，赖教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在战后他扮演圣诞老公公的一个角色他即使对自己有利，但是他对于他援助的国家也都有利，也就是他盟国都有利。所以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那使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使欧洲人因为美国的援助不管是军事工业的援助，或者是经济的援助，使欧洲的经济快速复苏，他们跟美国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密。他们认为美国是他的朋友跟可靠的盟友，因为美国是圣诞老公公。他对于亚洲，像对于美日韩对于像韩国啦、日本啦、台湾啦等都是一样的情况，那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的川普不一样了，他不想再当圣诞老公公了，他认为美国现在已经穷了，美国现在已经衰败了，所以他现在的任务是要让美国富强。那怎么样让美国富强？就是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然后都不再考虑他的伙伴、他的朋友之间的利益了。而且他认为他的伙伴、他的朋友过去占了美国人太多的便宜，拿了美国人太多的利益，现在是他们吐回来的时候。所以他的关税其实就是要他们吐回来他们的利益。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就会使欧洲人开始逐渐的恢复了理性。也就是说，欧洲人开始恢复理性，就是他发现美国人他现在就是唯我独尊，然后他想要的他都要拿到，只要对美国有利的，他要巴拿马运河就去拿，他要委内瑞拉的油就去抢，然后他现在要格陵兰他就去拿。这样的话使欧洲人他感觉到说，原来你美国跟我，第一个你不但不是圣诞老公公了，第二个你还是我的敌人了，因为你是我的对手，你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跟伙伴。那在这个情景下，欧洲人他会重新从地缘政治里面来看问题的时候，他很快的就会发现中国大陆跟欧洲没有安全上的矛盾，
因为中国不会威胁到欧洲的安全的问题，而过去是欧洲人兵强马壮，它威胁到中国的安全问题，可是中国并没有威胁到欧洲的安全。那这样的情形，再加上经济的处理的方式，使欧洲我觉得它的态度有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您首先看到的就是电动车的转变了，也就是说，过去欧洲是追随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打压，但是它现在先解除了就是电动车的这个打压，就一解除以后，大陆的电动车就进入了欧洲的市场。欧洲人第一个他们要环保，第二个他们要绿能，那当然对电动车是最符合这两个要求，而这两个要求是过去欧洲长期以来的政治理念，也就是要节能、要环保、要爱这个地球。那当然，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就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可是各位想，过去中国的汽车不行，它是采用开放合作的方法才成功。今天欧盟、欧洲的国家电动车一定输中国，它还要再重新站起来，它也只能采用开放合作的办法。好，顺峰委员，这个苏东坡潮造成了整个东欧的解体，最后苏联的解体，然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公认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美国。那欧洲人呢，最后也合起来。在我们东方的角度来看，欧美，欧洲跟美国是一体的，在我们来看是一体。所以英美，因为这是一体的。那这个一体呢，显然是被川普把它给拆断掉了。那么对美国的崩溃啊，这欧洲人对美国的崩溃，就是人权加主权。从人权这个角度来看，我跟你讲，我们去过欧洲的人跟去美国的人，你就可以发现，对人权的尊重，对人权的这种肯定，那欧洲远远是超过于美国的。所以当时他们认为是一体，可是最近川普的这些的作为，包含从 LGBT 的那种全盘的否定，LGBT 可能是走极端了，但全盘否定也是一个极端。然后一直到呢这一个ICE啊，这个现在对移民局的这种人权的这种迫害啊，那么甚至到了这一个加沙走廊的时候的整整的作为，整个欧洲觉得怎么跟我是有距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主权，那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摆明不是大家力挺吗？结果第一个要把乌克兰丢弃的是谁？是美国，不是欧洲，而且摆明了伊万诺卡，这个全世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第二个更让欧洲人傻眼的就是格陵兰，他老兄竟然说我要格陵兰，开始的时候觉得他是开个玩笑讲的，结果不是，他是真的，不但是真的，而且用那些图像是对格陵兰多大的羞辱，那就是他带着万兹，带着这个卢比奥，然后带了一个美国国旗，然后做了一个梗图插在格陵兰的身上，然后他带着一个企鹅，拿着美国的国旗往格陵兰走，那种态度就是摆明我就是要把你这个给充分的一个占领了。那这样的情况，人权加主权，几乎大概是让整个的欧洲啊，已经是完全的崩溃了。这个崩溃里面呢，慢慢的又展现了在经济上。现在呢，买美债啊，或者投资到美国，已经不是一个趋势了。现在投资到亚洲可能是一个趋势，中国或者甚至东南亚可能都是一个趋势。